旅行总会伴随意外惊喜。我惊吓。大家好，我是姚欣。今天从寿司 Omakase 开始，17道精致料理让我超满足。本以为今天一切顺利，结果去靖国神社赏樱。樱花在哪里呢？坐车40分钟冲去吃期待已久的拉面，最后报复性大吃。一个人吃有点多，但是就挥别昨日的阴雨，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。待会要去体验 Omakase， 画质都特地穿了寿司图案。隐身在歌舞伎座对面的小巷内，店铺分为 B1 和2楼。与接待人员确认预约后，我被引导至2楼用餐。外观低调，看起来像普通民宅。怀着忐忑的心推开门，果然是寿司店，被安排在最角落的座位。爱人又开心了。吧台共13个座位，都是日本客人，师傅们正在备料，食材整齐排列，强迫症感到无比舒适。会先询问是否需要饮品，我想来杯啤酒，师傅便推荐阿萨希生啤。第一道是鲑鱼卵茶碗蒸。满满的鲑鱼卵，内含山药与现磨芥末，滑顺细致。第二道是凉菜，章鱼佐酱油风味果冻，清爽咸香。每道料理上桌时，师傅都会细心介绍，虽然大多鱼类的英文我根本听不懂。第三道的4声拼盘，左边是红鲷鱼搭配鱼松，右边则是脆口贝类，两者的口感层次都很丰富。第4、5道是后街尾鱼和烤白生鱼，从第6道开始进入握寿司阶段。第7道可以自选虾种类，带有一种独特的黏嘴感 ，Q 弹且鲜甜。第8、9道是沙丁鱼和炙尾鱼握寿司。接着，本场 MVP 来了，尾鱼泥握寿司。知道这道时，我还问师傅：“这是牛肉吗？”一入口瞬间化开，犹如泡沫般轻盈。第11、12道分别是赤贝和花枝握寿司。第13道油脂更丰富的尾鱼寿司。终于明白为什么日本人这么爱尾鱼了。来碗味噌汤，以为就剩甜点了，居然让我海胆2选1，左边是马粪海胆，右边是紫海胆。似乎选错了，这海胆的海味非常浓郁，和我喜欢的淡雅海胆风味不同。师傅还特别都把盒子放上来给我提醒了。甜点前是软绵绵的玉子烧，最后的甜点一定要特别介绍抹茶椰子布丁。抹茶和椰子的组合意外和谐，作尾收尾刚刚好。最后登上一杯热茶，为这场 Omakase 画下完美句点。整套吃下来真的超级满足，不论是食材的细致度，还是师傅们的厨艺，都展现出很棒的品质。这趟旅程中，日比谷公园成了短暂的休憩站。这里的人们悠闲却不闲散，有人在遛狗，有人坐在长椅上享受午餐，孩童在草地上奔跑嬉戏。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园内设置的盲人专属地图。一个小小的细节，却透露出城市的温柔。无意间发现的点滴，这是旅行最珍贵的养分。最后，我步行前往皇居，才刚踏入这片区域，周遭的氛围就明显不同，建筑与景观的色调也沉稳许多，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，感受这份宁静与庄重。我并没有提前预约，便在外围的免费参观区域走一走，便感到特别平静。搭电车前往靖国神社的路上，沿途看到不少女性安全宣导标语，让人感觉到这座城市对公共安全的重视。下车没走多久，映入眼帘的是庄严肃穆的鸟居，气氛沉静而肃然。这次来访，我纯粹是为了参观。我同事说靖国神社的樱花很美，但听说这里就是人很少，有樱花的时候不用人挤人，还蛮漂亮的。虽然错过了樱花，这里依旧静谧庄雅，宽阔的参道，古朴的建筑，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沉淀。我顺道参观了邮政馆，馆内禁止拍摄，只能专注于展品本身。透过不同的角度思考历史的演变，也惊讶于日本人对文物保存的细致程度。离开后来到东京铁塔，这座地标级的建筑，从不同角度欣赏都各有风情。有时藏身于街道之间，有时耸立于都市天际线之中。这次也趁机留下了几张美照，为这趟旅程添上一笔经典的回忆。只是整趟旅程就是能走路就走路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走在他们街道还蛮舒服的。晚上花了快40分钟，特地前往京城白河，想要吃一家在塔贝洛的百名店，榜单上蝉联8年的拉面名店。本来满心期待着一碗热腾腾的拉面，
结果抵达现场才发现，铁门深锁，大老远跑到这边想要吃这家拉面，结果他没有开。查 Google Maps 评论才发现黄金周没开。如果有人想要的话，可以替我吃吃看。然后我现在真的太累了，所以我要回锦细町站那边，在附近吃个晚餐。这时候真的只能苦笑，旅行总是充满未知，也正是这些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让每段旅程都独一无二。终于到了，好久好久其实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晚上锦细町会那么热闹。从那个住宅区回来之后，然后想说怎么这么多人？这边是什么商圈吗？我不知道住宿的饭店附近有一个，这间超市的食物种类齐全，生食、熟食应有尽有。买完就结账，准备回饭店。嗨，我现在回饭店了。这就是我买的凉拌菠菜、马铃薯沙拉、炸猪排、烤鸡肉串、烤味噌鱼、打折的鲑鱼、打折的盐味饭团。好，酱油、芥末，然后是自己拿，看你要拿多少。第一口当然先来喝个啤酒，我觉得蛮好喝的。先吃一下鲑鱼啦，我也不喜欢把芥末放在酱油里面。很甜，随便买就超甜的。很意外，鲑鱼居然这么好吃，真的很想吃。台湾人就很喜欢吃鲑鱼，这是软，就很像那种日式猪排便当冷的里面的这种炸猪排。超市觅食攻略，首选凉拌菜、生鱼片。如果住宿有微波炉，烤物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炸物的话，可能要考虑一下。饭团、三明治可以当隔天的早餐，也很推荐。那我要继续吃哦，那我们就明天见，拜拜。下一站，我将从东京前往镰仓，看着江之岛的日落，沿着镰仓海岸线骑脚踏车，感受炙热阳光与凉爽海风交织的舒适感。沿途风景美得令人屏息。白天，在海边的小店坐下，一口多汁的汉堡，一口当地产的冰凉啤酒，享受片刻悠闲。夜晚，再来一碗只煮8秒的8秒泡系拉面，简单却惊艳的美味，为这趟旅程添增另一种独特的风味。我是姚欣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多多关注我，谢谢大家。